今天给大家唠唠谋荀彧啊，这个武将真还可以。我这个人啊，对手杀某武将反正是有些刻板印象啊，觉得某武将都是瞎逼设计的啊，就不对这种东西抱什么期望。结果我这2天小玩了几把谋荀彧，哎，我发现这个将还真有点说法，强度扎实，操作感也不错，玩法多变。最主要啊，这个荀彧它有新点子，驱虎这个技能没有套老荀彧驱虎的模板，基本上就是完全翻新了。而卖血姬解命呢，虽然说没有大创新，只进行了小改动，但它这个小改动也挺妙。咱直接看谋荀彧3血2技能，1技能驱虎，这个 B 技能贼拉长啊，我不读了，搞那么长也就算了，非整的那么琐碎，这烂技能描述跟领导讲话一样，就想到哪说到哪，也不想着精简一下，这阅读起来是真膈应人啊。我给大家捋一捋，大概意思就是说，你谋荀彧在回合内可以找2名有牌的其他角色驱虎，然后你荀彧自己和这2个角色同时扣制牌啊，任意张，没有限制啊。第一种情况是，如果说你荀彧自己是3个人里面扣的牌唯一最少的，对，唯一在扣制牌最多的角色获得你荀彧扣的牌，然后就无事发生了，你选择那2个角色扣制的牌各为各家啊，就留你荀彧自己小丑。第二种情况呢，是第一种情况的补给，只要你荀彧扣制的牌不是唯一最少的，就这个效果。这个时候呢，另外2名角色中扣牌多的就要对扣牌少的打一点伤害，然后与第一种情况相反，他俩呢需要把各自扣的牌给弃掉。最后呢还有个括号啊，也就是注意事项，就如果荀彧选的这2个人扣的牌张数一样，那就视为与荀彧逆时针离得最近的角色为扣制牌较多的角色，谁在右置位离你近，那就先结算给他。那这个技能玩法就很多了，玩起来还挺烧脑的。有朋友说第一种情况，你荀彧纯小丑啊，扣的牌唯一最少，上来就整了一个负面效果。其实这个情况在实战中很难触发，只要你不刻意为之，唯一最少啊，你稍微扣个2张牌，你就很难唯一最少了。除非你找2个队友去驱虎啊，你故意达成这个条件，你给2个队友发一发小花，你荀彧小扣1张牌2张牌，让他俩都多扣一点，哎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因为你荀彧扣的牌是最少的，你扣的牌通过驱虎就传到队友手上了。对，这个驱虎还能起到一个传递关键牌的作用。当然这种玩法确实不常用，也不好用。看第二种情况你就知道给牌也没必要这么给。咱们去看第二种情况，玩法就很多了。最常用的玩法就是你找一个逆时针离你近的队友啊，最好呢就是你的下家队友，然后呢再找一个离你相对较远的敌人。为什么这么搞呢？之前说了嘛，逆时针优先结算机制嘛。然后敌人呢，你最好选那种手牌少的扣不了几张牌的角色，队友你就选个大款，这个时候你就暗示队友扣的牌多一点，你荀彧自己小扣了3张，敌方呢就没啥资本扣了啊。只要队友比敌方扣的多，这个时候一结算，队友就能成功拿到你荀彧的牌，己方就没有啥损失。而那个敌方角色不仅要掉1滴血，他扣的牌也没了，很舒服啊。对，就你能通过这道操作掏掉敌方手中的防御牌，并且坑他1点血量，还能借机给队友传递关键牌。这就是谋荀彧的公式玩法。哎，有朋友说荀彧也可以找2个敌人去拼，也行啊。你荀彧自己大方点，只要你扣的牌数量不是唯一最少的啊，你就不亏，敌方就很难受，因为他要抉择谁当狼谁当虎呀。啊，你敌方要能搞明白这个逻辑还好，很多人他现在就搞不明白，不懂这个技能，迷迷糊糊扣牌，他都以自我为中心啊，扣牌没有规律，那你就炸了呀。反过来说，谋驱虎也很吃队友啊，就吃信息差。前面说的驱队友和敌人，队友要不懂你这个技能，不知道扣的多一点，搁那瞎扣，那也出问题。咱还真不要小瞧这个技能，挺吃操作的，挺吃队友之间的配合，上下线收益浮动非常大。在历史契合度这方面，有朋友说你这玩意儿整得5迷3道的，对吧？你驱虎是亏还是赚不好说啊，谁是虎谁是狼，你荀彧自己都不一定能整明白啊，还需要队友打配合。在扣牌结算完成之前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那你这还是驱虎吞狼之计吗？驱虎吞狼可是阳谋啊！老驱虎就表达得很清晰，体质比我高的那个人就是虎，拼点拼赢打的那个人就是狼。而虎呢，我荀彧有可能是驾驭不了的啊，会遭到反噬。这谋驱虎就不太像明谋啊，有点像阴谋。
但实际上咱仔细分析一下，就谋驱虎看似很随机，但你会发现，如果说谋荀彧的操作者每一步就和谁合作、坑谁的血、自己扣多少张牌、队友扣多少张牌都思考得很到位，那谋驱虎和老驱虎一样，它就是一个可以稳当出收益的技能，并且它的博弈感比老驱虎更丰富。你现在玩起来莫名其妙的，是因为大多数人他不懂，你跟着对牛弹琴，那效果肯定不好。再看劫命啊，谋劫命就很稳当了，它的修改思路和 online 借荀彧差不多。若其气质的牌数小于 X 为你荀彧损失体值且至少为1，则你失去一点体力。对，你劫命对象要舍得弃牌，要弃个1张2张，不然你就掉血了。让我想到了杀戮尖塔杂技这张牌，你都卖血摸4了，你稍微弃个1、2张能咋地呀？很多牌你留着也没有用啊，你把家里边没有用的东西直接丢了多好呀，你放在那里也糟心，不如多腾一些空间出来嘛。谋劫命就是扎实啊，除了谋驱虎不能配合这个劫命实现主动卖血，有点小伤，其他都挺好的，契合度也挺高，体现了荀彧与曹操之间的微妙关系。原本荀彧掏心掏肺帮你曹操，是觉得你曹操是一个梦曹操，和我荀彧一样是一个力图汉室复兴的理想主义者，结果你曹操到后面变成野心家了，你想拿最高权力了，想自己统治天下了，不想弃牌了，想全都要，那你荀彧怎么办？和你荀彧已经离心了，你荀彧要后悔吗？后悔不后悔，反正都改变不了结局了啊，那难受肯定还会难受的。魏氏春秋记载，曹操曾给荀彧送过一个空的食盒啊，送过那个食盒之后没多久，荀彧就自尽了。主公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这就对应荀彧劫命的对象，如果没有气质相应数量的牌，那荀彧就要失去一点体力。总体上看啊，谋荀彧是一个值得一玩的武将，作为天宫宝库的精品将，性价比也是相当高，军八和排位都非常强，特别是排位模式中的2号位谋荀彧，配合后置位3号队友简直就乱杀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驱虎的描述太折磨人了，其他讲道理我都能接受，很推荐大家入啊，很推。引狼参虎，带虎吞狼，守世心之节，达百里之命，成左王定策之功，守殉国忘身之节。